柴山尋奇，我會去跟他牽手。很荒謬，真的很荒謬。你確定這樣是蘑菇嗎？你有什麼誤會？我们去起床！快，坐起来，坐起来！我要幫大寶綁一個可愛的辮子，然後他說他想要像 GD 一樣，我們交給栗子老師。這就是女藝人早起妝、梳妝打扮的感覺嗎？那你是女藝人嗎？不是。早安，早安，我們现在在柴山，今天要去看猴子，不是啊，去找能量點。我們昨天晚上看地圖的時候，据說上面有住着蘑菇人，蘑菇人，還有一些很神奇的小故事，我們就上去看看吧。天哪，才刚進來哦，你看，他打量你，哦天哪！感觉這一路都會有猴子相伴的。如果你沒有帶登山用具的話，好可愛哦！一進來就看到第一個猴子相關的告示牌：食物不露白，獼猴不跟來。進來沒多久，我們到了龍的傳奇。它的告示牌真的這樣寫啊？所以它可以活在珊瑚礁、石灰岩上，所以榕樹真的很強韌。你看，它就是長在這個珊瑚礁的那種地形上面。這邊以前都是海平面之下。哇，這個榕樹真的是長長的路上。不要再過去嘍！不要太過去哦。再過去會發生什麼事？有山羌。對，山羌在那邊等你。一個很茂密的榕樹，陽光能照到哪，我們就走到哪就好，是最尊重的界限。到這，最後那一条就不要再過去。对，就是這裡還可以。對，你看哦，太陽很大，但榕樹下面好陰涼哦，很涼爽呢，好涼爽哦。但榕樹是很好的樹，就是它會接受所有的一切，在它裡面居住，陰陰陽陽都有。對，但只是如果你本來就比較敏感或什麼，就盡量不要太常在下面待着，然後不要在這邊拍照。不得不說，我覺得這個步道，它其實這木棧道什麼等等都鋪得很美，很好。對啊，真的很適合來這邊走走、踏踏青，很棒。有出國的感覺，不像在台灣，因為這邊植物也跟比台北的植物在熱帶一點。對，有種熱帶叢林感，看過去。巴黎的草莓的，這是巴黎吧？哦，猴子！对，那趕緊經過，通過。他回頭了。你好，早安。它毛很柔順，对，抓的那个很想摸，但不行，不可以，千萬不要！我跟你說，你一摸，我們就會離你而去，我跑超快。這個朋友我不要了。後來當我轉彎再出現的時候，我就抱着他走了。你是什麼迪士尼公主哦？對，我覺得綁辮子可以。他們在這邊真的過很好，對，猴子們，因為每一天他們就只要在這個步道旁邊看，就很像回轉壽司，你知道嗎？人就會走在這個步道上，流水面線，對，流水面線，一直經過。哦，這個是太陽眼鏡，哦，這個是帶麵包，哦，這個是帶花生卷。他們的選擇很多，很多，很可愛。走到這個岔路口呢，我們要開始進入土徑了，這邊要右轉。大約走個半個多小時以後，我們會來到這。地上很多盤根錯節，大家注意腳步嘞。好。哦，你們看得出来我們要去一個地方，它其實有一個結界嗎？看不出來，就是它通常。我搖頭。啊。
就是通常它有時候會是像這樣子，會有一個樹這樣繞成一個圈，或是上面會有一個屋頂，它下面有個門檻，結構上就會真的很像人類的門。对。那所以如果我們今天要以能量的方式進去跟人家認識，我們就是要用能量的方式跟人家打招呼，這樣。那我們通常就是會在心裡面念一下自己的名字，然後跟他說，我想要來拜訪你，啊，不知道有沒有這個榮幸可以見到你這樣。這個手是有聲音的嗎？嗯，是一種扣扣扣扣扣的感覺嗎？對。OK。來了！哦，頭很麻，頭很麻。他們來接我們了。這是繼南澳地心人之後第2荒謬的一集要誕生了。你有看嗎？他們從那邊砰砰砰砰砰過來，超可愛的。那什麼聲音？他偵測到事故。我還以為那是他們的聲音。在那個，他們在那個樹根上面，对。我会去跟他牽手。哈？你好，去這裡。很荒謬，真的很荒謬。我摸一下他的頭給你看哦。在這裡。你好。他好可愛，走，好荒謬。什麼？來了。Where is he？大宝其實看得到，對嗎？你不要這樣子，不要。他本來就看得到，他只是想要假裝看不到。我是真的看不見了。你的表情實在是太多意思了。因為他就看着你，你看不見嗎？他說他看不見。那我們走吧。其實後面還有幾隻一起。嗯哼。那我們走了，走。嘿，我們要走慢一點，因為他們走的沒有很快。哇，又進一個門了。对吧？你懂了吼。有。就是會一區又一區的，對，會有一個很神秘的默默出現的地方。其實左右是通的。他們好像可以走地下，他現在不在地面上了。栗子，你可以很簡單就畫出蘑菇人了，因為他就長得就是蘑菇人啊。可以回去來問他，你覺得蘑菇人長怎樣？你不是說你沒看到嗎？來，請問你覺得蘑菇人長怎樣？就長得很像超級瑪麗會踩到的那種蘑菇。就是蘑菇人啊，所以你明明就有看到啊，那就是蘑菇啊，他就是蘑菇人啊。他們就是在地上这樣擼來擼去走的，所以沒有腳，但是會這樣擼。然後呢，頭上還有點點。對啊，沒有五官，沒有，可是他們會跳，會這樣蹦蹦，咚咚咚咚咚咚啊，就是那個蘑菇的那個梗，那一根可以跳。但他大部分的時間就是会在那裡不動，像剛剛他在等我們的時候，他就這樣，就像一個蘑菇在那裡等我。那他現在不在我們前面，他直接約洞裡面。他們感覺可以到地下就順。對，他們就下去。就像馬里歐有那個水管，最後50公尺。哎，你們知道那個猴子会吃蘑菇人嗎？太誇張，真的，他們比較像是那種採集日月精華的吃法，天黑以後，就像猴子是吃水果也吃這種蕈菇類。對，所以動物是看得到蘑菇人。那蘑菇人会怕猴子嗎？會啊，因為它也是回轉壽司的一部分。對。到了。跟你說，蘑菇人的洞口就在最裡面那裡。你說大峽谷的北口，對，最後面那裡有一個直角三角形那個地方，我們等一下就去那邊看看。这应该真的是在深
上來之前就切割好。它以前曾經在海底下，這一定是水切割出來的。到了，就在那。看你給的照片，我就在這裡看到蘑菇。我觉得他們在聚集中，對，不知道為什麼，就有一個一直在動口袋，咻，就看看我們，然後進去，不知道他們在討論什麼。所以我們要不要把自己蘑菇化？你說跟他們一樣高，他們就不會。對对，我們才不會顯得那麼有威脅性。那不然我把自己魔化。你確定這樣是蘑菇嗎？你有什麼誤會？所以你覺得蘑菇是這樣？我覺得蘑菇不能太高，可能看人類就要這樣看。他們就說才不像嘞。剛剛有短暫的跟蘑菇人交流了一下，然後我稍微模仿一下他們的聲音。來，為什麼發現我們？怎麼發現的？看照片發現的，有其他遊客拍到你們。啊，原來如此。你們很多人，蘑菇人住在這裡嗎？很多，多，很多1萬。不懂。為什麼喜歡住這裡？舒服啊，就住這裡。很多人類遊客會經過，看不到，他們看不到你們。那你們看到他們？當然呀。那猴子看得到你们？可以。怕嗎？怕。猴子會進來這嗎？會。什麼時間？晚上。啊，好可怕哦！晚上進來獵殺你們。吃掉。覺得人類是一個什麼樣的生物？怪。你有什麼資格說？怪哦。怪。你們有人會出生，然後有人會死掉嗎？會。那你幾歲？不知道。不明白。你看，我就說他們真的很難溝通，他們很天真，應該是從山隆起以後，他們就住在這了，所以可能跟地心人差不多時間。然後他們的日常真的非常的無聊，以人類的角度來看，对，很單調。對，所以其實沒什麼好採訪，坦白說，他們句子很短，就跟小朋友的句子很短一樣。然後很多不能理解我的問題。他們問我發現了會怎樣？沒有怎樣。你好。哦，打個招呼。你好。你們家很漂亮。謝謝。陽光很美。這不是我們的功勞。我們來拍給大家看，我們一起住的這個星球多美，大家要珍惜。好，不要丟垃圾。對，不要丟垃圾。有一些垃圾我們可以幫忙處理。你們？怎麼處理？讓它滑倒。讓垃圾滑倒。有一些垃講完的時候，我自己很害怕。你們的垃圾是指人類還是人類丟的垃圾？它的滑倒就是他們好像有一個功能是會有類似真的像蘑菇一樣會有個粘液，所以那粘液好像可以分解掉某些東西，所以它統稱叫滑倒。OK， 就黏黏的，對，黏滑的，滑滑的。OK， 所以都叫滑倒。所以如果大家在這裡滑倒的話，有可能是他們做的哦。你知道在柴山附近，我昨天看地圖的時候啊，其實還有一個算是遺跡嗎？就你記不記得我們有去南澳採訪地心人？然後地心人就說以前台灣有很多的地心人分支，現在只剩他們嘛。那在柴山就靠近海邊有個叫做柴山阿朗伊的那個沙灘那邊，就是以前這個屬於高雄就是南部這邊的地心人的一個遺跡。然後再往前一點有個海石洞，就那整個海岸都是他們住的地方。然後我記得地圖上面有個地方寫說叫月光海，
就會像我們在南澳他們會有一個月光石，是很類似的事情。所以曾經這邊也是有地心人居住的，那大家也可以去幫忙撿海灘的垃圾啊，也算是幫忙維護這個他們的遺跡這樣子。那接下來我們要看，昨天我有看到那個你找照片，有個叫小錐路斷崖，那邊有地精。地精可以講多一點話嗎？不行，很地面的能量體，他們的語言能力都很差啊，应該說跟我們人類能夠理解的頻率的語言能力很差。他們不是用語言在溝通的，对吧？如果高龄講話的頻率波長裡面有100個單字存在的話，他們可能只有1到以下，所以每一個能量的輸出能夠解讀出來的字就會很少。所以如果你要像聽一段高龄訊息，像听這些能量铁訊，你可能要在這裡待1天，你才能把這些單字，对，他們很慢跟很少。像之前那個春花媽動植物的溝通師，他也說，人類飼養的這種夥伴動物其實是比較容易做語言溝通的，但是如果是野生動物，其實它就要等。对，那後來他也跟植物溝通，那真的是等更久。对，因為他們的頻率很緩慢，很緩慢，不像我們，你看心跳1分鐘就有60下起跳。他們其實真的很慢，所以他們才可以活100年、1000年。等一下看看能不能看到地精，如果看不到，我再形容給大家地精長什麼樣子。那我們就出發，好走。柴山尋奇，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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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他做一個配樂好了。對，就是這。你好。柴山尋奇。猴子算一種嗎？算了，所以猴子是第1種，蘑菇人是第2種，然後剛剛阿朗伊的遺跡是第3種，我們現在來到第4種，地精人，他們在那個洞裡面。到了，不好意思，到了。你好，拍誰？你好，不要生氣，不要生氣，拍誰。我們就不跟他們聊天，那我形容一下地精長怎樣。他們長得很像很生氣的人参，很生氣這樣，然後很像很頑固，手還要這樣哦。對，然後這樣一直在那邊走來走去。我們剛去那個洞的時候，他們就這樣。那他們在幹嘛？他們其實也是在活化一些土壤的根，讓它就是比較牢固，或者是太過糾纏，他们會把它鬆動，讓植物長得比較好。但他們就是很像那種。這樣講可能有點不正確，但就是很像那種很碎念的老頑固，就是會這個好煩，然後一直還是很認真做，每天都很生氣這樣。所以地精是一個很愛生氣的能量。地精也有很多種，是，這個種族就是長這個路線。OK， 尋奇，第4種尋奇。以上民間說法哈。噔。我們如果自己唱配樂，是不是就沒有版權的問題了？下載哦！快到了，快回到步栈道了。然後我們原本想要去另外一個地方，就是它是榕樹糾纏成很像9條龍的地方嘛，它叫九龍榕。然後昨天呢，我們在討論這個路線的時候，因為它跟我們今天要去的蘑菇人是完全不同的路線，我們在選2擇1的時候呢，我就從九龍榕那邊聽到了一個故事。什麼故事？你也知道榕樹陰陽都很包容，對，是一個陰間的故事嗎？從我們現在的角度來說，是的，它是一個陰間的故事。關於一對情侶在那個附近，在很早以前，可能有20-30年以前，就是他們有一起算是殉情吧，這樣子。那因為我們之前比如說訪問 Jessica 老師啊，或者是說我們從一些書上面知道，是其實死後的靈魂其實是很難相遇的。就是大家以為殉情好像就是只是2個人一起過一道門，在門的另一邊會碰到，但其實不會哦。其實不會。但是呢，他們2個呢，還是最終相遇了，所以就是想要跟我分享他們如何相遇的故事。雖然我沒有很想聽，但我聽完了，我就跟你們分享。
所以其實像往生真的是好像進入一片茫茫的迷霧或大海中，我們要找到另外一個指定的人也不容易。尤其是其實這世界上就是我們之前講過嘛，每個能量如果都是一段頻率的話，兩個頻率要調和在一起，本來就有一個困難的狀態。同時你在這個調頻的過程當中，也許有的人可能就比較快放下他執念，所以他頻率可能就拉升了啊。对，所以在這個裡面，你要能夠再找到那樣子可以相認出彼此的頻率是非常困难的。对，因為你想想看，如果我們兩個相約一起，我離世，如果我們約好我們離世還要繼續在陰間做 YouTube 的話，哇，可以不要這麼奴嗎？不要這麼 endless， 然後我們就會很難可以找到彼此再去做這件事。但我們能找到的是我們記憶中的你。但如果說我們從就是很明確的去區分的話，那個其實也不能算是你真正的頻率，而是存在我記憶中的那個你的頻率。還有保有你的個性、你的人格特質的。对。之所以他們可以做到這個原因，其實是因為他們從一開始就是一個一。你說那一對情侶，他們本來就是一分為二的兩個，对，但他们倆其實本來是同股能量，对，所以他們才能夠在離開之後還是認出了彼此。其實他們就是找到了自己。但如果這兩個人，例如說像我們兩個是完全本來就不同的頻率來投生為人，那我們離世的時候，兩個不同頻率要找到彼此，就會有點難，對不對？對，而且在這個過程當中，因為你可能也會忘記自己是誰，我也會忘記你是誰，所以最終這件事情是很難成真的。他們也是希望大家就是不要往這個方向去，就是每一個生命呢都是非常珍貴跟難得投生為人的，所以千萬不要為了任何一件事情、任何一個人而放棄自己這個寶貴的生命。然後就是再度驗證了殉情是無法相見的。他們算是很特例，所以他們想用自己的故事跟我們再次呼籲這件事情，然後也很認真的告訴我們，就是說，其實不管你是活還是死，你終究都是為了找到自己。對，不論這個自己被分裂了幾個，在那個時刻你都可以有一種龍聚跟回歸自己的樣子。這樣，那如果你真的曾經痛失很摯愛的人，他們也想要告訴你說，這些人他們從來不會真的離開，因為你會一直記得他的頻率。其實沒有真正的死亡，應該這麼說，只有生命，還有換個形式的生命。對，所以就是大家要好好珍惜每一天，好好珍惜你愛人跟被愛的頻率。就這樣，所以其實是蠻淒美但蠻感人的一段故事。是，那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謝謝柴珊今天給我們很多的故事。對，這算是柴珊尋奇的第5個故事。柴珊感覺很多地方可以去，是一個寶庫，大家有時間的話可以常常過來。好，我們就下次見，拜拜。走嘍。